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世界棒球经典赛，时间越来越近了。我想大家最关心的一定还是我们在 C 组的老对手韩国队。没错，回想2023年，他们在首轮就出局，这在韩国国内几乎被形容成一场国耻。所以2年过去了这只誓言雪耻的太极虎到底变强了没有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拆解一下。那要评估这一支全新的韩国队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看起？就是那3位远在美国大联盟的核心球员，他们就是韩国队的基础。那我们就从最关键的那根脊椎骨金河成开始谈起吧。金河成，好的，他2025年的经历真的很曲折先是右肩手术，然后去了光芒，又被交易到勇士，最后才拿到一纸1年$2000万的合约。所以2026年的经典赛对他来说，就不只是国家荣誉，更是他向全大联盟展示身价的最佳舞台。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。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，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，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。感谢支持。哇，那种压力转化成动力会很可怕。不过话说回来他毕竟是动了肩膀手术，这种伤势对打者影响可不小。你真的觉得他在 WBC 这种高张力的比赛能完全发挥吗？这确实是韩国队最大的一个赌注，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即使有这个风险，他还是不可替代的。特别是在 Tommy Edman 确定缺席之后对，金河成就是他们内野防线的绝对核心。他的手背，他的臂力，还有最重要的，他解读比赛的能力，是其他人没办法比的。只要他健康，他就是总指挥官。那攻击端呢？对我们台湾队的投手来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威胁？他是那种能靠自己改变比赛的打者，拉打能力很强，选球又很有耐心。就是说，我们的投手在面对他时，犯错空间非常非常小，一颗失投就可能是一支长打，局面马上改变。他是中心打线最不想看到的那种人。好，那骨架的第二部分就是大家都很熟的风之孙李正厚。他在大联盟这2年，那个打击风格很特别，跟现在主流追求全垒打的仰角革命是完全反过来的。对，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。李正厚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平飞球打法，在短期赛里面，威胁性可能更大，因为他有极高的击球率，还有极低的回空率。这代表一件事，他非常非常难被三振。你的王牌先发一上来，就要面对一个可以跟你磨个7、8球，甚至10球以上的打者，最后还被他敲出安打。哇，那对投手的消耗太大了。不只是体力，还有心理上的。他一个人就能打乱你的节奏，破坏你的配球。所以他的定位非常清楚，就是韩国队的进攻发动机，开路先锋第一棒，基本锁定了。确实难缠。那大联盟3人组的最后一位是2025年才去挑战大联盟的金惠成。对，加盟到期，第1年就入选 MLB Pipeline 的年度新秀第2队，这证明他的速度是货真价实的大联盟等级。没错，如果说金河成代表稳定，李正厚是启动，那金惠成的核心价值就是战术灵活性。灵活性，他是整支球队速度最快的武器。比赛后段需要盗垒、打带跑，或是强迫取分的时候，他绝对是教练手上最好用的一张牌。而且他跟金河成之间还有个别人没有的优势。对，你提到重点了，这在国际赛尤其重要。他们以前在培正英雄队是搭档很多年的2游组合，在集训时间这么短的国家队比赛，这种不用磨合的默契是无价之宝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利用 WBC 特殊的协同规则做了哪些补强。这部分好像有好有坏。我们先说那个坏消息好了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工具人 Tommy Edman，这次确定不会参赛。这对韩国队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非常大这个词用的一点都没错，因为 Edman 的价值不只是数据，他是左右开弓的打者，又有金手套等级的防守。喜欢这支影片吗？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。
他的缺席让韩国队的内野深度还有调度弹性都大幅下降，特别是二垒，现在完全要靠金惠成，容错空间变小很多。不过有失必有得，总教练柳智炫也很快找了2个新的帮手，而且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冲着我们和日本队的左投手来的。第一位是 Rob Refsnyder，我们直接看数据，他2020赛季面对左投 OPS 高达 0.924， 生涯对左投打击率也超过30%。哇！所以他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楚，就是上来专门料理左投手。那另一位 Jeremiah Jones 2025年也打出了生涯年 OPS 高达 0.937， 火力好像更猛。Jones 的角色跟 Edman 完全不一样，他的防守可能比较普通，但长打的爆发力更强。他会是韩国队右打部队里一个很关键的 X 因子。好的，分析完海外军团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韩国队的战力就集中在他们身上，但2020年的 KBO 其实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转变。没错，过去几年 KBO 是明显的投高打低，但2020年整个联盟的攻击火力都上来了，变成投低打高，这也催生了几位本土的打击怪物。他们的崛起让韩国队的打线深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。首先要提的就是被誉为李宗范接班人的金岛勇。2025年，他虽然因为腿伤只打了30场，但 OPS 竟然还高达 0.94， 非常夸张。这个数据完全就是天赋的展现。一个健康的他，是具备单季30轰30盗潜力的选手。不过，也因为有伤病史，教练团在经典赛可能会更小心地用他，比方说让他去打 DH， 专心在火力输出上，降低他腿部的负担。了解。那另一位是2025年的 KBO 新人王安贤明，他的数据 WRC Plus 来到 178.2。这个进阶数据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他的攻击贡献比联盟的平均打者强了将近80%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右打者，而且在热身赛已经证明他有在国际赛开轰的能力。一个恐怖的前段棒次组合就浮现了：1棒李正厚用超高的缠动能力上垒，2棒安贤明用强攻推进，3棒金岛勇再用长打清垒。这个组合速度、上垒率、长打力都有了，非常现代化，威胁性十足。而且别忘了，阵中还有那个捕手大脑梁义志坐镇。虽然年纪大了，膝盖也有点疑虑，但他的配球跟引导能力还是顶级的。对，还有本土全垒打王卢诗焕。这支打线真的从1到9棒，几乎没有可以让投手喘息的地方。综合起来，我们大概可以预测出他们面对右投的先发阵容了。1棒李正厚中外野，2棒安贤明右外野，3棒金岛勇打 DH，4棒金河成守游击。光是这前4棒就很有破坏力。接着5棒可能是重炮卢诗焕守一垒，6棒具子宇，7棒捕手梁义志，然后8、9棒是宋承文和快腿金惠成。这个打前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串联能力。连接性。当他们面对左投手时，可以马上把 Refsnyder 和 Jones 摆上来，瞬间组成一条让左投手从头到尾都不舒服的右打部队。听起来这条打线确实是全面升级。这些亮点的背后，是不是也藏着一些致命的弱点？最大的隐忧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伤病。对，就是伤病。金河成的肩膀，金岛勇的腿后肌，梁义志的膝盖，这些核心球员几乎都带着未爆弹。在经典赛这种高强度、高张力的短期赛，任何旧伤复发后果都很严重。没错，是灾难性的。一旦核心球员，比方说金河成，在关键时刻因为肩膀不舒服影响到攻守，那整个战力就可能像骨牌一样倒了。而且在失去 Edman 之后，他们的板凳深度好像也没那么深。完全正确。所以把所有因素，升级的打线、海外军团，还有潜在的伤病跟守备变数，全部考量进来，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 AI 模型跑完数据后，给出韩国队有 70% 的几率以分组第2晋级8强，实力评估上略高于我们台湾队。
AI 看的是过去的数据，但它算不出金合成的肩膀在关键时刻会不会紧绷，也算不出短期赛高压下那个二游防线的默契会不会出问题。这其实是一个参考基准，但比赛中的变数恰好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。所以总结来说，2026年的这支韩国队确实有比2023年更强悍、更快速的打线。对，但他的策略也很可能是用强大的火力来掩护稳定性成谜的投手阵容。面对这支火力强大，但同时潜藏着伤病危机和守备变数的韩国队，如果你是我们台湾队的总教练，你会拟定什么样的投手策略和攻击战术来针对他们的弱点，找出赢球的机会呢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，我们下次再会。